焦总，你不是要平息舆论，给外界和董事会一个满意的答复吗？这个结果也太让人满意了吧？董事长，咱小焦董上任以来，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事啊。董事会已经给了他机会，这件事事关整个宏宇集团的声誉，恐怕董事长您要给在座的董事们一个说法了。一个公司的管理者犯下了诈骗的诚信问题，以后还有哪个公司敢跟我们合作？对不起各位，是我辜负了董事会的期望，我会履行承诺，辞去宏宇集团副总裁一职。焦总，你先不要冲动，这件事我们董事会内部还需要讨论，不如还按老规矩，投票决策。董事长以为如何？我反对焦总辞职。名单是苏成军拟的，他一定是在里面动了手脚，我们不能这么轻易放。可是咱们没有证据啊，就算要报案的话，从流程上来看，平台方也是咱们联系的。枉我平时那么欣赏他。林助理，这件事情也有你工作上的失职吧？这么说的话，总裁办每个人都有责任。该负的责任我一定会负的。这个时候相互指责是最没有意义的，当务之急是找到应对之策。这样吧，小青，你先去趟法务部，把具体的情况告知他们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。好。赵总监，宣传口径那边只能靠你了，实在不行的话，用点关系吧。好，包在我身上。这苏成军，我不会放过他。同意焦总辞职的请举手。董事长，您和赵董这是选择弃权吗？我没有异议。有过当罚，这点无可厚非。不过，在会议结束之前，我希望各位董事先看看手里的这份报表。这是历史第一季度的盈利报表，怎么比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增长了这么多？没想到天台婚礼和业者会的效果如此出众。各位董事，虽然自焦阳出任宏宇副总裁以来一直风波不断，但他对应做出来的成绩，相信大家现在也有目共睹。年轻人嘛，总要给他们试错的机会，才能成长。我不反对各位董事辞退焦阳的决议，不过我希望公司能给焦阳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恒远地产将会在3天后就开发区的一块商业用地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招标。我手上的这份是内部文件，正式的招标文件将会在稍后面向全市有意向的企业公开发放。我提议由焦阳暂时以普通项目组长的身份代表宏宇去参加竞标。如果他失败了，公司不会有任何损失；但如果他成功了，恒远在业内的地位大家是知道的，必将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效益。到时候我们再来判断焦阳到底是不是一位合格的副总裁。各位董事以为如何？要命了，要命了！哎，你坐下来说吧。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还有比诈捐更要命的事情吗？丁丁，现在我们都心系焦总，没有时间听你说那些捕风捉影的八卦。焦总辞职了啊？辞职？真的要命了？你确定不是董事会开除了他，是他自己辞的职啊？对呀，是董事会内部进行了投票，4对1同意焦总辞职。不好意思，各位打扰一下，人事部接到董事会的通知，这段时间呢取消焦总副总裁的所有待遇，包括打车、外出和宴请。
都要向公司做申请。副总裁办公室呢，现在就要被封锁。不许你们动焦总的东西！要想进焦总办公室，先过我们这一关。在焦总没有回来之前，恕我们不能配合你们的工作，好吗？对，这里出了什么问题？你们谁来负责啊？对啊，这是董事会的命令，请大家配合。走。哎，住手！让我们上。耽误你的工作了，辛苦。谢谢焦总。站好。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他们只是秉公执法，我们没必要去难为他们。焦总，对不起啊，这次的对接工作我本可以做得更细致一点的。你也别这么说，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，你是帮了我。真的，我早就想跟大家这种近距离的一块工作了。再说那个位置下来之后，我挺轻松的。行了，咱们不说这个，我呢还有2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需要大家陪我一起把它完成。有没有信心？焦总，您都已经辞职了，公司为什么还要派任务给您啊？因为有些时候危机是可以转变成机会的。什么意思啊？焦总的意思是，如果这次竞标我们可以顺利完成，你就有机会复职了。以退为进。最终之战。太好了，焦总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，帮您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好，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会以组长的身份带着大家一起参与这次竞标，但这次竞标对我们来讲是一次挑战，所以说未来的时间大家可能要辛苦一点。还有就是，各位以后要称呼我为焦组长。你永远都是我们的焦总。就你会拍马屁。还有就是，我已经不是宏宇的副总裁了，还感谢各位愿意陪着我。焦总说什么呢？咱们总裁办上下一条心，焦总明天就要打卡了，千万不要迟到。我尽量。焦总，你可能需要办理一张员工的食堂饭卡。好，那你带我去办一下。对了，焦总，那以后去哪边办公呀？哎，林助理旁边不是空了一个位置吗？焦总，要不然你就坐了林助理旁边呗，这样你们交流工作也方便。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了。我们现在当务之急要解决的事情就是捐款问题，还有就是恒远的竞标。我们一起加油！回来啦。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不困。你这样我睡不着啊。不好意思了。怎么这么倔呢？你要是真的嫌吵，你可以把耳塞戴上。睡觉吧。说了，还不困。这件事情在网上越闹越大，我必须在明天之前解决好。都是我没做好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不能再拖了。可以了，停。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谁都想不到。但是如果一定要怪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把责任全推在我这个上司身上。
些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扛。对不起啊，焦阳。相信我，很多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的。毕竟有什么是骄阳和林淼解决不了的呢？对不对？毕竟有什么是骄阳和林淼解决不了的呢？人工培育锦兰可行性计划书。小严跟公关部的同事负责针对这次的诈捐写一份公开告歉信。好的。小新跟丁丁去法务那边跟进他们对捐款平台进行诉讼的进展。收到。蒋柔和英俊联系财务部和银行，整理好我们的汇款证据。收到。林助理，你负责将整个汇款流程写成一份详细的总结报告，交给董事会。收到。大家将以上所说的一切资料整理出来，待我审核完毕之后，务必在今天。做得不错，但是焦阳，从你的这份计划书来看，培育锦兰所需前期的数额不小，以你目前的材料，很难说服董事会去开发这个项目。不如现在将这份计划书做得更为完善一些，等到合适的机会再去开发。而接下来的竞标，你要用心去做，才不辜负你赵伯伯帮你争取来这个机会。谢谢赵伯伯，爸您放心，这次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小杨，恒远这块骨头没这么好啃，否则董事会也不会轻易同意将这个项目交给你的。